各位朋友，你見過蠢的，但是我保證你沒見過這麼蠢的。最近呢，有個事兒，美國一個強硬派的反華議員，他們提出來了一個法案，這個法案的本質就是什麼呀？叫中美醫藥要脫鈎。為啥呢？我一看這個法案，我差點這個鼻子沒樂歪了。為啥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美國的醫藥的這些原料中間體絕大多數都來自於中國，而美國的這些醫學的器械輔料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中国啊。那位說這些这個美國議員他們腦子有病啊，瘋了。對，我說美國的一些反華議員啊，是精神和這個智力啊都雙有毛病嘛。我都沒見過这要自己往自己的脖子上掛上吊繩呢。那這個法案是怎麼回事呢？咱們先來說說這個法案吧。2026年4月29號的時候呢，就是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共和黨的議員，對啊，紅脖子啊，紅脖子一般的腦子都不太正常。叫安迪·哈瑞斯，他呢在撥款法案的一個修正案中呢，以國家安全為名，拋出了一份堪稱釜底抽薪的禁令，要求 FDA 在藥企提交的臨床試驗申請中全面禁止接受審查，甚至是考慮任何來自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臨床研究機構生成的這個臨床數據。而英國，這個時候英國果然是歐洲著名的老牌百年搅屎棍。英國一看機會來了，英國藥品保健產品監管局同一天向中國創新藥遞出了最直白的橄欖枝。 CEO 公開表示將全面擁抱來自中國的臨床研究成果，以加速英國本土的新藥審批。更直言不諱地指出，西方國家如果繼續拒絕接納中國的臨床數據，最終只會錯失全球最具前景的創新藥。一賭一放，一冷一熱啊！當美國的政壇試圖用政治鐵幕切斷中美醫藥創新的底層連接的時候，英國已經踩着油門搶灘中國醫藥創新的紅利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朋友們？就是美國的這些議員裡邊啊，有一大批是用台獨台灣人民的民脂民膏養活着的這些腦子精神都有毛病的這些大傻叉的反華議員包括這位穆勒納爾，這個貨就是經常糾結着一批這些議員，什麼去台灣訪問，然後呢說支持台灣軍事對抗中國，然後他呢作為所謂的中國問題委員會的主任他提出的這個方案要中美醫藥脫鈎。你看他那個樣子，就是紅脖子那種缺乏這種知識和智商的這種典型的長相。他不知道美國的醫藥界沒了中國，美國人吃藥都吃不上，更別說新藥的研究了。因為很多美國的頂尖的生物醫藥公司裡邊跟中國的研究所全部都有合作。為什麼呢？因為在美國由於白左思想橫行，在美國做個臨床實驗可費了老鼻子勁了，比中國的效率要低上個1800倍不止。你要指着美國本土的這些醫療企業創新出一個新藥，從實驗到上市沒個10年8年的不行，跟中國研究所合作呢，效率就會提高很多。所以现在他要中美醫藥脫鈎美國的窮苦老百姓的便宜的藥也沒有了，新藥也沒有了。你見過這種傻叉往自己的脖子上拴這個上吊繩的嗎？今兒你就見到了。
這個貨是一貫的無腦的反華啊！他提出的这個法案，這簡直是要把這個美國的廣大老百姓往火坑裡推呀！美國的醫療制度咱們說過很多次了，本來就有很大的問題，這個法案再一出來，那可以說是雪上加霜啊！美國的斩殺線又低了好幾個檔次，朋友們啊，來吧，那就你說這個貨，他呢也不是全傻，他屬於半傻。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说美国现在每造一艘远洋船只，中国能一年内造359艘啊，不是中国造船是美国的250倍嘛，对吧？啊，他说的是更嚴重一些啊，350多倍。他也是明白，中國現在的這個實力，美國是拍馬現在也追不上了。那位說他明知道已經相差了那麼多了，為什麼還螳臂擋車啊？現在拼命的跟中國作對呢？為了啥呀？為了台灣的那點錢兒唄。台獨們啊，我們養活着這幫反華的腦殘議員嘛。但是這樣下去，他也會失去美國這些選民的民心的。你如果要觀察美國政治最諷刺的一面呢，這位穆勒納爾無疑是一個很典型的樣本啊。這個美國的國會議員近年來在華盛頓對中國表現的異常強硬，那麼有台獨的錢在後邊拱着的嗎？推動限制中國企業、中國資本和中國技術，如今甚至把中國的臨床試驗數據也納入了政治和安全議題。可是呢，他自己選區的選民想要真正的當面問他問題的時候，他卻不敢出面啊，留給選民的是一把空椅子。為什麼呢？這家伙他媽的腦子和腹中都是空如草包，選民問他專業問題，他根本就回答不出來。2025年3月，密西根州約200名居民參加了一場針對穆勒納爾的市民活動，希望他與自己的國會議員面對面的交流。居民關心的問題包括醫療、社會保障以及川普政策相關的醫療政策，但是呢，穆勒納爾沒有到場。辦公室解釋稱呢，活動由具有政治傾向的組織舉辦，因此他選擇不參加，他不敢參加。隨後呢，通過線上方式舉行自己的市民會議。這件事最諷刺的地方，並不是一個議員缺席了一場活動，而是這種強烈的政治反差。面對中國，他從來不缺聲音；面對選民，他留下的只是一把空椅子。這位穆勒納爾近年來最鮮明的政治標籤就是對中國採取強硬的路線。作為美國眾議院中國共產黨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他長期推動限制中國企業進入美國的關鍵企業。此前圍繞密西根州國宣高科電池工廠的項目，他也採取這種強硬的限制中國企業獲得美國稅收優惠。對於密西根當地來說，一個大型的投資項目意味着工廠就業、稅收和產業發展。但是在穆勒納爾的政治框架裡邊，中國企業的投資往往會首先放進國家安全、供應鏈安全的框架。於是，一個原本可以討論經濟利益的問題，很快就會提成了地緣政治問題。現在呢，這種邏輯呢，又延伸到生物醫藥領域。美國國會近期呢，出現限制 FDA 使用來自中國等國家的臨床實驗機構數據的政策提議。必須說明，目前只是個政策提議，並不是已經全面代表着 FDA 實施禁令了啊。臨床數據當然應該嚴格監管，數據造假應該拒絕，倫理違規應該被調查，患者的權益必須得保護，沒有錯。但正常的科學監管應該是審查數據本身，而不是首先審查數據的國籍。如果一份中國的臨床數據存在造假，美國完全可以拿證據說話。如果違反倫理，可以調查；如果數據質量不達標，可以拒絕使用。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來自中國本身逐漸成為一種負面標籤，那麼科學競爭就可能會被政治邏輯取代。這也是這位穆勒納爾政治路線最值得諷刺的地方。美國長期以來
強調自由市場、公平競爭，論技術誰強誰贏啊，論創新誰快誰佔據市場，聽起來非常漂亮。可是當中國企業真正進入高端產業，當中國的創新醫藥開始走向國際市場，當中國的臨床研發能力不斷提升之後，一些美國政客的思路正在發生變化。競爭對手強就增加門檻，競爭對手進入關鍵產業就強調安全，競爭對手擁有越來越多的數據就開始限制數據。這到底是提高美國自己的競爭力，還是在降低競爭对手的競爭力？真正有實力的國家面對競爭者的崛起，應該是提高研发收入、研发的投入，培養科研的人才，降低創新的成本，研发更好的產品。如果中國的電池更有競爭力，美國就應該研發最先進的電池。如果中國的創新藥研發速度更快，美國就提高自己的研發效率啊。如果中國的臨床體系越來越成熟，美國就優化自己的臨床流程啊，這才是真正的科技競爭吧。限制中國的臨床數據不會讓美國的藥物研發自動加速，限制中國企業也不會讓美國的科研人才突然增加監管壁壘，更不會自動降低美國高昂的醫療和研發成本。如果一個國家越來越依賴限制競爭對手來維持優勢，那麼真正值得思考的反而是他對自己的競爭力到底還有多大的信心啊？這個穆勒納爾他不善於聽取選民的意見但是呢，他自己的這種動機那就非常值得懷疑了。逢中必反，這是一種病，這是一種智力上的缺陷，或者是一種背後有利益驅動的不能公之於眾的自身的貓膩，對嗎？各位，中國的那個電池項目本身同時存在着支持反對聲音，地方經濟、就業、環境與國家安全之間存在着複雜的利益衝突。但是呢，為什麼面對中國企業時他可以積極的推動限制政策，面對本地居民的公開質疑他卻不敢露面呢？民主政治真正考驗的從來不是一個政治人物能不能在支持者面前發表強硬的演講，而他敢不敢面对不同的意見。一個議員可以反對某項投資，可以支持对華強硬的政策，也可以提出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但最終都應該向自己的選民解釋這些政策到底是能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或者說是影響他們的生活啊。密西根的普通的選民真正關心的是工作、工資、醫療、稅收和生活成本，他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個不斷的告訴他們中國有多危險的政治人物，而是一個自個兒能夠理解自己為當地做了什麼的人。這就是這個空椅子最諷刺的地方。一邊是穆勒納爾在華盛頓不斷的推動限制中國的企業、中國資本和中國的技術，一邊是自己的選民坐在現場等待一個面對面的解釋。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華盛頓非常積極的討論中國和國家安全，卻不一定同樣積極的回應選民最現實的問題。這種反差呢，讓他面前的空椅子成為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政治畫面。他沒有發表演講，沒有發表聲明，卻比任何的政治口號就更加直接。對中國可以強硬，對自己的選民卻選擇逃避。當然，中國也需要提高自身的科技實力，中國的臨床研究也必須更加透明，倫理審查也必須更加嚴格，創新藥必須經得起全球監管機構的檢驗。最有力的回應從來不是情緒，而是真正的技術和產品。中國企業如果擁有可靠的數據、優秀的藥物和領先的技術，就應該用結果來在國際上證明自己。但美國如果真的相信自己的科技和產業優勢，也應該敢於接受競爭，而不是不斷的尋找新的壁壘。規則可以改變，政策可以調整，市場門檻可以提高，但技術進步不會因為一紙限制就停止啊。所以穆勒納爾這種人真正值得被審視的，不是他為什麼要對中國強硬，而是他越來越習慣於把經濟、科技、商業問題全部包裝成國家安全問題，以及當自己的選民真正要求答案時，他是否願意坐下來面對他們。華盛頓的政治舞台上，穆勒納爾可以繼續談中國、談安全、談競爭，也可以繼續推動各種政策限制，但是在密西根本地選區的那個活動，真正留下來的卻是一把空椅子。
空椅子不會投票也不會發言，卻把一個美國政客最尷尬的政治反差擺在了所有人面前，對中國喊的震天響，對自己的選民卻未必有同樣的勇氣面對。而莫拉納爾現在最應該面對的恐怕不是中國，而是那把始終提醒着他的空椅子吧。這就進一步證明了我一直給大夥說的，美國的這個美式選舉，一人一票，最後全部把選票都變成了綁票，你選出來的其實是你的劫匪。點個訂閱，下集再聊。